大家好，我是李灿啊，欢迎来到我的边走边聊节目。其实说实话，今天没有多少语言的方法和大家去分享啊。我觉得成天说语言的方法，我也有点太累了。但是呢，我觉得我有点生活上的一些感悟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最终会带到这个语言上面去啊。但一开始的这个入口，它其实并不是语言，而是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两点体悟吧。我觉得这种边走边聊的形式，反倒也适合我去进行一些散漫的这种聊天啊，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比如说这个星期里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感想。这个星期吧，说实话，主要在工作上也没有特别多事情值得分享啊。我毕竟就是做一个中文老师，在做一些自媒体的内容啊。每个星期不过都是这样一点点的推进，但是在生活上倒是有两点，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地方，值得和大家分享。可能有些人会有共鸣。第一点是什么？就是大家看我今天好像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这是因为我昨天晚上2点钟才睡觉。那么我为什么2点钟才睡觉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工作那么多吗？啊，其实了解现代的人的脾性的人都应该知道，能2点钟睡觉的人啊，肯定是因为刷短视频刷的啊。对，我最近呢，因为我是一个会打呼噜的人啊，会打呼噜的人。对，我最近我老婆的这个休息不怎么好，所以呢，我就让她和我儿子在主卧睡觉了。我到了那个我录视频那个房间去睡觉去了，结果好像突然有点放飞自我的感觉。就之前好像因为到该睡觉的时间，就自然而然和他们一起睡觉了啊，最多就是看一会儿书啊，让自己放松一下啊。看书的时候，其实看着，我发现这些书看起来都有点催眠的作用啊。我就是看着那个手机啪啦一下掉到我脸上，有好多回都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在下面自己一个人睡的啊，在自己房间里一个人睡的情况呢，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缺点啊，无拘无束了啊，有无限的自由啊。我也会看书，但是后来忍不住打开微信啊，看看朋友圈，然后发现这个视频号我以前没怎么看过啊，让我刷一刷。结果刷进去哇，不得了啊！我就被这个算法给控制住了。对，其实我发现微信这个视频号呀，它倒也不是说，它其实也是根据你的喜好去推荐一些视频给你。对，但是好像和我可能就是平常我也没怎么刷过抖音，还没有怎么刷过小红书之类的。小红书我打开之后好像那视频是比较杂乱的，它可能还在摸索我的喜好啊。但是微信我发现，就是我刷了几次之后呢，它基本上推的东西都是我会放点时间在上面看的东西。你们可能很好奇我会看什么内容。对，一方面可能和最近的这个科技有关啊，还和政治有关系，这个2个是比较正经的。其实就是偶尔这个注意力啊，也会被各种事情给拉走了。不是说不正经的东西，就是那天不是我们大叔中文也聊了这个跨国婚姻嘛，我就刚好看了这个公众号给我推的这种跨国婚姻的这些例子。不是说我在羡慕，我觉得很好奇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而且确实好像拍的还挺有意思。我就刷了一个，然后再刷一些别的东西，它又跳出来这一个。后面我刷的越来越多啊，不断的去看啊，感觉好像在窥探别人的生活一样。然后就看着，时间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看完之后觉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收获，大概知道了一些点，就是他们生活状态是这样的，他们是比如说在中国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
或者他们在国外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这个碰撞啊等等，其实大部分其实说不上碰撞啊，是一种比较轻松的愉悦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其中的好。而且因为我有这种不断被硬控的这么一种状态，我就会发现，就是它呈现出来一个状态，比如说会对这些事情有所渴望的人，他就会造成一个幻想，一个梦幻泡影。对，其实我觉得互联网这个，特别是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它确实在给无数的人在造一个一个的泡泡。这些泡泡或许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体会到的、无法得到的这么一些东西，但是通过这个互联网，让他仿佛可以得到这些东西，让他仿佛可以带入这些东西。对，所以，而且我发现它短视频真的是一个吸金兽啊。这个金呢，其实可以替换一下，这个应该是吸时间兽，就是你发现真的不自觉的就被吸入进去。比如说你看我这个视频是一个长的视频，你肯定是从头看到尾，或者中间不看了就没了。但是短视频一般情况下它会刻意的剪得很短，剪短了之后就是你看个几秒钟，其实有点意犹未尽，它就结束了。它故意不放全，对吧？然后呢，它也没有连着放，就直接播下去这么一个状态，需要你不断往下刷。但是你刷了下一个看一看，有点兴趣，再下一个它又出来这种类型的类似的东西，然后你会有一种期待感，你会不断的把你时间投入进去，然后不断的去想，我想得到一些更多的东西，我想要，然后就被吸入进去了。其实就像一个黑洞一样，这个黑洞还挺善良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黑洞啊。它只在你有休闲的时间啊，把你往里吸，然后呢，你工作的时间会把你踢出来，对不对？但是它就像一个一直存在的诱惑一样，就是你会不断的想靠近它，然后不断的被它吸取时间精力，然后最后好像真的没有得到任何东西。这个不自觉会让我想到，就是我在 Instagram 也在做短视频，我现在其实做的比较少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做短视频它对于中文学习者到底有多大的用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最流行的这些中文教学的视频，究竟对于中文学习者有什么用处？大部分的最流行的应该是这种角色扮演的，有点搞笑的这种，大家刷了哈哈一笑，对不对？好像能学这么几个词语，但是究竟有多大的用处？所有的中文老师为了取悦这个算法，为了取悦观众，不断的往这边去调整自己的方向，但究竟意义在哪里？其实这个对于中文老师的意义倒也罢，因为中文老师首先是展现自己，其次呢吸引观众，那最终我是觉得对于学生究竟有多大的用处？而且你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不断去刷这个刷那个，你最终能记住是些什么东西吗？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刷短视频对我而言还晕啊，我应该戒断一下啊。我是觉得最大的收获，因为应该就是一种空虚感，无边无际的空虚感。我不相信，我也不认为通过刷短视频能真正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当然我也不是说
啊，那中文老师都别做短视频了啊。其实大家每个人做短视频的这个目的也不一样，但我真的觉得短视频是对于人的注意力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你没法长时间的集中在一个事情上面，你的注意力不断的被切割，而且你很难形成一个完整的思维。特别是其实也有人在做相对长一点的视频啊，比如说现在好像 YouTube 也推出了就是3分钟以内的短视频，它其实我觉得应该叫做就是竖屏的，对，竖屏的长视频而已。对，因为短视频它的最大的受众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几十秒的东西，再长一些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所以对于算法也并不是很有利。真的能学到一些什么东西吗？所以今天我好像整体这个状态有点悲观，对，我对这个甚至中文教学的前景都有点悲观的这种感觉。大家究竟能从这种视频里头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而且你并不是完全沉浸在这里，你就是刷几下。甚至我其实说实话，就是我有悲天悯人的气质吗？我不知道，说实话。但是我是一个会有很多想法的人，我会对很多事情进行追根究底的这么一些思索。我会觉得，比如说我这些行为它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它对我自身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能不能推而广之的去考虑一下对于所有人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现在这几天嘛，就主要是这个星期我就是沉迷于刷短视频啊，我不能这样说，就睡前会刷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连着了个2-3天吧。对，我会突然之间特别的惊恐万分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做？我的这些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之前不是标榜的从来不看短视频的嘛，但是我发现短视频真的很好的利用人的一个弱点，对，人的注意力本来就是特别容易跑的，人本来就是，我说实话，作为一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缺陷的，有特别多缺陷的这么一个动物。我们人真的就是习惯于短时间的满足，对，习惯于就是去逃避，人不喜欢面对很难的事情。说实话，就是像我这种视频啊，长达10几20分钟的，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会觉得我听一个人说这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对不对？说这些东西干什么？我不如去刷短视频，开心的沉浸在里头。而且你这个观点还有点散，对不对？是的，一旦人们需要去思索，人们需要去进行一些规划，需要进行一些考虑，对自己的整个人生的这些所有时间进行一个非常周到的、周详的、细致的规划、想象，然后去计划，这些对人而言都是比较烦的一个事情。就最终确实不自觉的会引到学习中文上来。就大家真的觉得自己能通过短视频学好中文吗？因为我知道在 Instagram 上有很多人通过短视频学习中文，我自己也在。其实我是想把之前学过一些语言，就是重新捡起来学一学的。但是我发现我对 Instagram 上面的这些任何的，我可以这样说啊，我刷到过的任何的学习语言的视频都没有任何兴趣。
因为我觉得对我语言能力的提高没有任何的益处，只是让我把很多时间放进去了而已。而且不得不说，我觉得短视频这种形式，它对人真的是有害的。它可能能促进一些观点的传播，其实比如说就作为一个媒体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它是有的。以前的所有这些信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这些事件的认知，对这些人物的认知，都是一些媒体，大的媒体传达给我们的，告诉我们的，然后灌入我们的脑子的，对我们进行灌输，所以慢慢形成的这些观点，其实未必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但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它把这所有这些资讯呢的传播去中心化了，就不是只是他们那些大的中心去传播这些信息，而是更多个人去传递这些信息，传播这些信息，所以叫自媒体嘛。所以在这方面确实能打破讯息传播的垄断，我觉得是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有好处的。对，当然它也同时能形成一定的这个，难听点就是信息茧房，好听点就是圈地自萌，每一部分人他都只关注自己想听的东西，对。但整体还是好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更多知识的来源。但学习中文呢，真的有用处吗？我也会有时候去想，你在观看我的视频的这些人，每个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他究竟有什么样的状态，他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他究竟能从我这个视频里得到一些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会做这种边走边聊的视频？我有时候会取一些，说实话其实是为了讨好算法的名字，但是很多话题的主要点并不是在说我想告诉大家怎么去学习中文，因为我觉得这些点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泛滥了吧，对不对？我作为一个中文老师，自然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更多的其实我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思索过程，边走边聊，其实中间少了一个字儿，边走边想边聊。对，我给大家传递的这些东西，就是我是怎么想的。因为人的一个思想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跳跃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一开始说有2件事情对我上一周这个影响挺大的，一个就是短视频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戒断这个短视频。其实真要做到也很容易，只是说可能有点出尝禁果的这种感觉。对，这个禁果不是说谁不允许我去吃啊，只是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种形式不是特别喜欢。虽然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短视频，我一直以来对这种形式都不是特别喜欢。我觉得不知道，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偏见啊，但我后来理性的思考一下，就像我在上面说的，我不会通过短视频这种形式去学任何别的语言。对，我觉得没有用，我收获不会有任何收获，说实话是这样说的。另外一点，我就是发现，就人很容易被这种短视频的形式给控制住。就是你不断去刷，你刷完一个，这个哪怕你不感兴趣，你再刷到另外一个，再不感兴趣再刷，总能刷到你感兴趣的。然后这个视频一旦你在这个上面时间停留的较长，算法就知道了，那么它后面会推更多的类似的视频给你。但是它还不是说不断的推给你，它中间会穿插一些别的，再看看你还有没有别的兴趣，然后完全抓住你这些兴趣，而且这些兴趣会不断把你时间给吸进去。最终你能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吗？
我是保持高度怀疑的态度的，因为大部分人并不会通过短视频去学什么很严肃的这些知识，而且因为短视频普遍比较短，它确实会让人的这个注意力变得非常的短。人本来就是一个注意力特别容易分散的这么一个动物，你再通过这种机制，把你这个特别容易分散的特点更强化之后，你说实话，你还有耐心真正的去做一些很枯燥的事情吗？比如说，你还有耐心去看这种20-30分钟的视频吗？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去看更多短视频呢？让自己更开心一点呢？为什么我要把时间精力花在听这么一个人在路上和我废话呢？对不对？其实说实话，就来到了中文学习最终的一个目的，不是中文学习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你通过看视频学习中文最终一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你想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今年我发现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文老师也入局了啊，在 YouTube 上也会越来越多中文老师，我们也认识了几个。我觉得大家都带着自己的观念来了，自己的想法来了，而且更多的中文老师也会去做一些更优质的这些视频，而且是真正的，我是觉得对于中文学习者挺好的视频，就是真正提供是一些母语的材料，长时间的母语的材料。对，或许是通过 vlog 的形式，或许通过播客的形式，但是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所思所想，而且是一个用比较长时间去呈现的这么一个形式，我是觉得挺好的，我也很愿意去认识这些老师。我也觉得其实中国人是很勤奋的，对，当然中国人也很卷，很多人会说，但卷它未必是一个坏事儿，有更多人去卷，有更多人去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才能更好的推进，这个事情才有更快的可能性，有更好的突破口，真正让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好，真正让中文教学变得越来越好，真正让中文教学这个长视频变得越来越好，对于中文学习者是有利的。所以之前在不断的批判这个短视频，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习者，那么就应该从短视频里收摄心神。比如说你需要更多的这个输入，对吧？听母语者去说更多的这些东西，起码我觉得你的这个精力时间应该放在长视频上面。我不是说你一定要看我的视频，我的意思是长视频，让自己能形成一个长时间的专注力，就是长时间专注力，只去看一个视频，从里面吸收到你想吸收的东西。对，哦，我都说了20几分钟了啊！我看了一下啊，我第二个感想还没说呢，是什么呢？就是我最近在看安娜·卡列尼娜啊，托尔斯泰的俄国小说家作品小说。这个小说其实一直没看完啊，现在我看了一半了啊。我发现突然之间我对主角安娜完全失去了兴趣。对，安娜·卡列尼娜她讲的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嘛，对不对？但她其实还有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说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条线我完全失去了兴趣，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事情。对，就是你就会让我想到，就是大家学习中文的时候，学着学着突然之间对中文失去了兴趣。但是我又细想一下，就是我之所以看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对，我看这本书不是因为我特别想了解这个人，比如说这个女人她的爱情故事等等，对，我对这个故事本身并不是说那么感兴趣。对，我哪怕对这个人不感兴趣的，对这个他的以后的这些发展不感兴趣了，其实对我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对，就是我真正的思考到我看这本书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就是我是为了了解怎么去写，怎么通过托尔斯泰的眼光，他去观察人的这种眼光，我借助他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然后去通过他的
挑选一些细节的一些方式去学习，怎么样去呈现，比如说一个个场景，对，它是通过怎样把一些人的这些神情呢、语言等等，三言两语就呈现出一个个非常真实的人，而且你会感觉到，他写的文字，说实话挺简单的，他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很文艺化的表达，但是你就不自觉的就吸引进去了，你觉得那就是人生呢？所以我觉得人生的最高的一个形式，文字的最高的一个形式，小说的一个最高的形式，不是就是像这种真实的生活一样吗？那所以我其实和大家说这一点，就本来想和大家分享更多，但是现在可能只能长话短说了，就是你可能在学习中文的这个过程中，会对一些事情，甚至对中文学习都失去兴趣。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再考虑一下，你对中文学习兴趣的失去，你是对一些表象的东西失去兴趣，还是对最核心的东西失去了兴趣？比如说，你对中文学习失去了兴趣，你可能是对通过看视频来学习中文失去了兴趣，可能是对通过跟中文老师上私教课上失去了兴趣，而不是触及最内核的、最核心的东西，不是你对中文的这个事情失去了兴趣。但假如你要对中文这个事情最核心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那就完了那咱们就没必要说了，那你就说实话去把你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一些你觉得更有意思的事情上面会更好啊！今天好能说呀，天哪！我最后再说一下，就是我现在也在开始上私教课了啊。如果大家想就是聊一些更深入的话题，不只是泛泛而谈的一些很日常的这种话题的话啊，可以跟我上私教课啊。因为和大家分享，就最近我和学生聊的东西有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制度啊，对吧？政治制度啊等等，还有中国古代的城市啊等等，对。当然有些时候也会聊一些比较工作方面的、生活方面的、日常方面的、心理方面的很多东西，就是怎样通过这些更地道的中文啊，我会一步步告诉你怎么去，我会一步步引导你，应该是这样去说这些东西，用更地道的中文啊，说的更流畅的、自然的这种方式说出来。对，好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再见喽。